比特币的盘面危险了吗？值得做空单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 WSOT 科比托战队。目前我们是全球排名第9人数多的战队，那也是华语人数最多的战队，而且是遥遥的领先。那根据比赛规则呢，人数越多的战队越有机会获得名次、瓜分奖金，所以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科比托战队。而且呢，目前距离报名截止还有大概12天，那我们每天都会从加入科比托战队的朋友呢，选出其中3个人获得30 USDT。那么只要大家把寄件的资讯中奖资讯寄到科比托助理的信箱，我们每天都会在节目的最后抽出来。那只要你证明是这个就是你，那我们就会直接转账给你了。这个都是有邮件证明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是直接转账，然后这个也都是直接转账，完全没问题。每天都有人来跟我们领奖，所以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科比托战队。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从日线上呢，其实我们在日线上一直维持一种观点，就是在日线上还是多头背景，所以我们看待盘面或者说寻找机会的时候，我们是以多头思路去思考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找的机会主要还是以逢低多或者说是做多的机会为主。为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日线上走的是多头。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根基被动摇了？有没有可能呢？或者说什么条件下这个出发点它才会被动摇呢？其实主要是基于我们多头趋势。那其实多头趋势只要有多头趋势，它一定有趋势线的，一定。好，那我们可以画出来就在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呢，我们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抓保守一点。那现在保守一点的话是还没有碰到 ，OK。那这条趋势线它如果被跌破的话，其实多头趋势就不复存在了。那还有一个很简单直观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辨别趋势，就是均线、指数均线它是比较敏感的。我们可以发现呢，现在日线它也是在走多头，不过目前它的均线已经完全的聚拢了。那聚拢过后呢，如果说我们还是一直维持在均线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反转，也就是我们的短期均线会到长期均线之下，那如此一来就会走成空头趋势了。那如果说这2个条件它都同时满足的话呢，那我就会认为我们的多头趋势其实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实还有一个判断方式呢，它是比较宽松的，也就是你可以看我们可以抓一些高低点像我们这几个地方 ，OK， 从这个地方这几个点你可以发现我们创出来的点它都是不断的在创造出higher low higher high。那如果说要把这个走势呢给打破，我们就要跌破前面这个24700。如果跌破24700的话，那就毫无疑问绝对没有多头走势了，顶多就是震荡。那你也可以发现如果我们观察这些高点它其实有在衰竭，尤其是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它其实最高点跟上一波的高点并没有相去太多，并没有差距太远的距离，那这绝对是衰竭的信号。那即使是衰竭，我认为还是要尊重当前的趋势为主就是我们的背景趋势是多头。不过如果出现跌破趋势线，还有我们的 EMA 被翻转的情况的话呢，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就可以考虑去做空单，也是我入场空单的唯一的可能性。不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没有考虑这么做的。尤其其实我们在走衰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第一个行情会走得比我们想象的远，通常是这样的，因为对行情来说，惯性是很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说你问我行情怎么走的话，其实大多时候猜原本惯性的方向都会是对的。比如说现在是走多头，哇，那接下来走多头，基本上很多时候会是对的。那很多时候呢，趋势也会走得比大家想的远。那其实我们在走衰竭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走那种很多波段的衰竭，它通常2个波段，然后衰竭完，然后就开始暴跌，这种情况呢真的是比较少。所以其实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一种走的情况，就是我们再继续往上，也就是衰竭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上，然后再走衰竭之后呢，才有一个次高，然后开始暴跌的机会，才有这种可能的。要不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它衰竭的这个信号还是不够强烈的。那当然了，跌破趋势线这个不用说嘛，它肯定会是一个好的交易机会的。只不过我认为不是这一次啊，这一次我相信至少以当前情况来看呢，就是我个人是不看暴跌的。但是如果我们之后再走衰竭的话，那我就认为暴跌它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其实我们这里的趋势线呢，我们在过去的行情啊，我们也有发现很类似的结构，像比如说呢，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这个我相信这个例子呢太好了，在这个地方下破，哇，直接来个暴跌。还有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它走的这种衰竭呢，它也是很多层的这种衰竭。你可以发现啊，它不止衰竭了一次，这是第一波的上涨嘛，然后我们随后的上涨呢，它就越来越衰竭了，越来越衰竭。它可是衰竭了很多次，它最终才开启了暴跌。而且它暴跌之前呢，它还有一个死猫跳的反弹。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发现它只有衰竭一波哦，只有衰竭一波。那我认为现在就直接做空的话，是蛮危险的一种行为啊。至少我认为此处呢，直接暴跌的机会它是比较低的。好，那我们从4小时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以4小时来看呢，绝对是空头比较有优势，绝对是。怎么说呢？我们把当前的盘面啊分成2个区块来看。第一个区块是我们前面震荡上方的这个震荡，那当然这里有做了一个假的突破高点，后来又跌回来了。那震荡完过后呢，贴着下方运行，又跌破，又在更下面的地方又形成一个震荡，也就是我们一样在走震荡啊。其实我们下破是不是代表我们走出趋势了呢？没有，我认为没有的，绝对没有的。我们现在还是在走震荡，只是我们换个更低的地方震荡。那换了一个更低的地方震荡呢，这个对于空头来说绝对是比较有利的。尤其啊，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待一下我们当前震荡的这个区间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图表稍微摊开一点，稍微拉大一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其实盘面它应该要是走的比较中性的，也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多空比较均衡的，那应该要比较中性，或者说至少你要在盘面的正中间震荡。那我们当前的这个震荡区啊，它摸上面摸了2次，这2次，那反而是下面呢，哇，它连续就触摸了非常多次，尤其我们现在完全是贴着下方在运行的。那以这种盘面来说呢，肯定是对于空头比较有利。但如果我们要找那种至少我入场呢，最少的条件就是我们至少下面这个日线级别的趋势线呢，我们要把它给跌破，不然我就没有考虑入场，因为我们在多头背景之下的这个基础呢，它是没有被改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股好了，因为美股呢，其实最近也是在下跌嘛，尤其我们最近这几天跌的也是，至少就近期来说是比较连续的、比较猛的跌幅了。那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可以画出一条趋势线，也是在这个地方，从这里然后往上画。那很明显没有跌破。那再来就是我们加速线，其实连加速线也没有跌破。所以我认为呢，如果说现在就以当前的情况，我们就直接认为美股它会结束我们这一波的多头，确实是有点太早了。我们连加速线都还没有跌破，那我相信是它还会需要一段时间的。不过我们这波下跌呢，我们也要很注意风险了，尤其对比特币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抽出，我们把加入我们战队的朋友呢，我们抽出3位。好，那我们就抽出了，中奖的是338号、271号、208号这3位朋友。那只要你是在里面呢，在我们战队里面。好，等一下哦，我们是在这里，这是我们战队啊，真的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来看一下中奖的是哪几位朋友呢？那这几位朋友就可以寄信到我们的助理信箱里面，资讯都会放在留言区。那非常欢迎各位可以来领奖，这都是我自掏腰包的现金啊！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